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我们承接的执事。在教会生活中许多年，每当我听到执事这个词，就会对旧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律法的执事和纳灵的执事侃侃而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而言，执事就是一个可以说明的道理。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交通聚会中，一位年长的弟兄与我们回忆起他当初遇到这个执事的经历，让我深受震撼。这个交通也把我带回到我与这个执事相遇的点滴记忆中。那个弟兄说起他年幼的时候所遇见的教会生活。当时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会所就是巷弄深处一间不起眼的简陋平房，里面只有为着聚会的一些简单的桌椅，一个书架，还有一个为着年轻人预备的老旧的乒乓球台。虽然一切都再简单不过，却被弟兄姊妹们收拾得一尘不染。诗歌和圣经也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从厨房里飘来阵阵包子馒头的香味，是一群老师母们在爱心里的劳苦，为着我们散会以后能一同享受爱的宴席做准备。教会生活对一个当时还只是初中生的他来说，就是在会所里吃几个可口的包子，打会儿乒乓球。真实的信仰和对基督的经历对他来说是抽象而遥远的，更不要说认识执事了。然而每一次聚会中，他坐在年长的弟兄姊妹身边，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稳妥、平安和扎实。那些弟兄姊妹没有对他传讲高深的关于新约执事的道理，但是稀奇的是，在他们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属天的味道和权柄，让人不自觉地安静下来，伏在这个权柄之下。渐渐的，基督、教会、执事不知不觉地烙印在他的里面。那个印象，那个味道和那种无言的影响力，也成为他后来服事中不容妥协的标准。几十年过去了，很多服侍了那一代的弟兄姊妹们也都到主那里去了。但是这个执事的根基，就是对于简单的活在主面前的坚持，传承下来，成了我们这一代所遇见的执事。回想自己初进教会生活的情景，其实与那位弟兄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教会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我常常不知所措。每次聚会，我都坐在角落里。记得好几次听到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平时拘谨的我情不自禁地大哭了起来。当时的我并不懂关于执事的道理，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们脸上洋溢的喜乐，在灵里的自由和对人生的把握。我不能忘记他们说到基督与教会以及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的那份确信。借着那些愿意思念灵、运用灵和服侍生命的弟兄姊妹，我也被带到这条同样的路上，有份于这个新约的执事。这份宝贵的新约执事，在神不改变的旨意里，在这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在这些看似平凡却又属天超越、存心顺服的这一般人里面，被丰富、被恢复，并且被加强。
借着这些在各个时代里活过的真真实实的榜样，这份指示临到了我们，让我们承接同样的托付，在同样的性质和实际里服侍我们所爱的主和他荣耀的召会。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 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